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是一部漫改电影《只有我不在的街道》。小白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漫画家，只能靠送外卖谋生。他有一项不为人知的超能力，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就能穿越到过去，拯救身边被卷入事件中的人。比如这天，小白预见到了有个熊孩子过马路会被撞，所以穿越回了几分钟之前救下了熊孩子，但是自己却被撞死了。全剧终。我居然会用这么老的梗。小白当然没有被撞死，而是在医院醒来，面前是目睹他见义勇为的同事小花。回到家发现老妈也从老家赶来照顾自己。小白小时候学校附近曾发生过幼女绑架杀人案，当时小白的好朋友帽子哥成为了案件的疑凶。虽然小白一再强调善良温柔的帽子哥不可能杀人，但熊孩子的话当然没人相信。回到现在的时间线，一天广场上发生了一起绑架未遂事件，目睹了这一切的小白妈妈起了疑心，她打电话给以前的同事眼镜叔，表示当年绑架案的真凶可能真如小白所说的另有其人。根据悬疑片的正常套路，最先智商上线的友军肯定会被干掉，所以当天晚上小白妈妈就在家中遇害。接下来的剧情就开始高能了。小白为了追凶手跑上了大街，跑着跑着发现自己手上沾满鲜血，然后小白就因为害怕警察怀疑他是凶手而开始逃跑。我去，这个脑回路他到底是怎么混入推理片当男主的？小白就这么被一群警察追赶进了死胡同。就在警察一个饿虎不食准备把小白压在身下时，小白突然就穿越了，而且是直接穿到了小学时代。他看到了绑架案中被杀害的同学小红，瞬间明白过来，这是绑架案发生前的时间点。看来妈妈的死和当年的绑架案有关，也就是说只有阻止绑架案才能救回妈妈。一般正常人的逻辑，要阻止案件肯定要先找凶手，但小白的智商早已让他脱离了正常人的范围，他选择的是保护受害人。接下来小白开始撩妹模式，成功搭讪小红，并邀约小红3月2号参加自己的生日宴，因为小红死亡时间正是3月2号。随着慢慢接触，小白发现小红被家人虐待，并上报给了老师。老师一脸同情的表示自己也发现了这些情况，并联系过儿童机构，但对方并不愿意出动。过完生日以后，小白和妈妈一起将小红送回家。3月2号平安结束，案子要是这么容易就结了，编剧的脸恐怕会被打肿吧。果然第二天小红依然没来上学，小白疯了一样跑到小红家，却只看到小红妈妈扔出来的垃圾里放着小红还没有织完的手套，正是小红要送给小白的生日礼物。崩溃的小白放声痛哭，又一次穿越，但是回到未来的时间线依然是逃犯，原因是凶手使用的凶器是小白家的菜刀，而菜刀上面有小白的指纹。看来脑子这种东西警察他们也没有，所幸还有个脑回路正常的同事小花选择相信小白并收留了他。小白继续收集绑架案的线索，发现案件中的死者和犯人还是一样，只有小红的死亡时间从2号变成了3号。晚上小花的公寓被人恶意纵火，救出小花以后，走投无路的小白联系上了妈妈以前的同事眼镜叔。眼镜叔表示小白的妈妈是因为发现了当年绑架案的真凶才被灭口，那么小花被凶手盯上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小花也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眼镜叔决定代替小白去医院找小花，却和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小花完美错过。一般这种情节发生以后，这俩人其中一个必死，没想到眼镜叔屁事没有，小花也安全和小白会师了。那安排俩人错过的情节又有什么意义呢？小白从小花那里知道了真凶是个叫欧阳的男人，但小白还没行动就被赶来的警察逮捕了，关键时刻还得靠穿越，所以真正能让小白穿越的是警察吧？出现一次就穿越一次。小白又变回了小学生。这一次生日宴结束后，小白没有送小红回家，而是直接把小红带到一处废弃的公交车上藏匿起来。儿童机构终于愿意接收小红，松了一口气的小白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公交车上的箱子，里面放着绑架用的绳子、鹿角血、冷冻剂和煤球等作案工具。看来这个废弃的公交车就是凶手的秘密窝点啊！小白赶紧将小红带回了自己家，直到儿童机构的人接走小红。但奇怪的是，小白依然没能回到10几年后，电视里又开始播放失踪案。小白总算醒悟过来，不抓住真正的凶手，案件是不会结束的。但靠小白这个脑子，要单独破案估计是难了。于是编剧派了助攻眼镜叔上线。眼镜叔表示，虽然小红没死，但是另一名女孩被凶手关在浴室烧煤杀死了。小白赶紧带眼镜叔来到废弃的公交车，发现煤球、绳子等作案工具果然都不见了。眼镜叔还表示，儿童机构在接到老师的电话后，第一时间就采取了行动。诶，怎么跟老师说的不一样呢？好吧，只要有点眼力的人早就猜到凶手是老师了吧？这演员满脸横肉，笑容猥琐，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好人。而且既然小白妈妈被杀，那就说明凶手也是小白妈妈认识的人。接下来小白的一波神操作才真的让人无语。他在严重怀疑老师的情况下，居然还独自上了老师的车，并当面揭穿了老师是凶手的事实，然后就被老师扔进河里灭口了。全剧终。这个梗确实太老了，谁会信啊，是吧？作为主角的小白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死掉呢？小白不但没死，醒来以后又回到了10几年之后，妈妈和小红也都活着。作为官配的小红莫名其妙的嫁给了别人，还怀孕了。最无语的是，结尾小白和改姓欧阳的老师在天台对峙，小白圣母心泛滥打嘴炮，希望能让老师改邪归正。老师非常感动，并且用刀捅死了小白。全剧终。这次没玩梗真的全剧终了，片尾都他妈给烈士献花了好吗？一个拥有时间穿越能力的主角，单枪匹马救下了身边无数卷入案件中的人，却在最后关头又一次千里送人头被凶手干掉了。哎我操！原作动漫只有我不在的街道，12集，总长4小时，前后逻辑分明，伏笔含而不露，感情真挚动人。而电影版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瞎鸡和八改。主线碎片化，辅线全删，走马观花流水线，几乎没有能称得上高潮的情节点，看得人昏昏欲睡。结尾20分钟更是大型车祸现场，不推荐大家看完整电影。对这个故事感兴趣的可以看漫画版、动画版，哪怕是古川雄辉的电视剧版。最后我必须对男主穿越回童年之后没让他妈赶紧买房的行为表示敬佩，真他妈是条汉子。拜了个拜。